还没就业就已经开始还贷款了，没钱了。就是你们想走就赶紧走吧，我真的不建议来这边。大家好，我是九哥。你们还记得前2年缅甸 KK 园电诈事件吗？当时这个事情在内地呢闹得还是沸沸扬扬的，大部分的这个电诈分子呢都是内地的公民过去的。这个事情呢，在今年的话基本上已经没看到什么消息了，但是这几天呢，在广州白云区这边确实发生了类似这个缅甸的诈骗的这个事情啊。现在网上的一些网友都是这么说的，广州白云区是KK 园的什么分区了，他们是这么说的。在6月8号高考结束呢，就有一大批这个高中生呐、大专生、大学生开始出来找工作了。俗话说毕业就等于失业。那现在这个经济环境去找工作还是真的很难找的，尤其是这些刚从学校毕业出来的学生呢，他们多多少少都是缺少这个社会经验，就很容易被上当受骗的。那昨天呢，我就看了一个新闻呐、都是说嘉禾万港这边现在有10几家这种骗子公司啊，一年骗了2000多名这个10来岁、20岁的这些刚毕业出来的学生，让他们去做这些什么贷款的。刚从学校出来，工作没找着，反而是先惹上了一身债务啊。现在这个事件呢，已经是被爆出来了，有这个相关的一个新闻报道记者去采访。接下来我们来先看视频。还没就业就已经开始还贷款了，没钱了。就是你们想走就赶紧走吧，我真的不建议来这边。有相同遭遇的不止小乐一人，在嘉禾万港10几平米的房子里挤着10几名求职者，他们大都是刚毕业的学生，平均年龄只有19岁，身上都背负着近万元贷款。你多大了，妹妹？20岁了。他呢？17，就是未成年。他的钱是怎么出的？在我这里弄啊。从你那个上面套了1万多。你现在身上还有钱吗？没有了。还能几10块吧。这家公司振振有词地说，他们做公益，还招聘了很多残疾人学员。他们是慈善机构，还套路残疾人在他这儿贷款1万多。虽然现在你选择了关门的这种情况，那这些贷款呢，谁替他们还？你让这些未成年的17岁的孩子背上了贷款，谁来替他还这个贷款呢？所有被这家公司套路过贷款的，把你的那个协议拿出来，他在这个什么情况下呢？他一定要一个私密的空间内，开始使用他的一套话术，也就是说，所有的求职者，然后到这来之后，都给你关到小黑屋里面，对，然后给你 PUA， 然后给你各种话术，让你签这一个协议。那签协议的时候，你们2个人是被贷款了多少钱呢？9800。我兄弟是黑户，他懂得放款，他是第三方借贷平台，说白了就是一个公司达成合作的。也就是说你是最近被骗的是吧？对，你看6月6号啊，也就是这几天实施这个招转赔转贷的这一个行为。你们本来是要做什么的？我们本来是很正常的学习一样东西，找工作的。我原本是找工作的，我兄弟跟我来说这有个工作，结果他过来没有讲清楚这个贷款的关系，没厉害，然后我们就稀里糊涂被他 PUA 了。然后呢，发展到什么情况呢？就是我们签这个合同，他们有录音有录像，但我们是完全不清楚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但是这个贷款还是要还。现在这个贷款是背到你身上了。你看聊天记录，我银行卡有水有限，我先给他转眼线，他每天追着要，我就没办法给他让他眼线。不止我这一批，现在舆论起来了，我觉得我是时候站出来了，我实名举报。每一个人最少的话要贷款6980，还有的是贷款将近1万，那这将近2000人的基本上都是受害者，本来是要找工作的，怎么就变成被贷款了呢？其实我们现场的话还有很多的这个受害者，金额我现在他是签了1万，总共的费用是1万2嘛，我是还了5000多，后面或许我就没还了。刚开始聊是他说他给我推荐工作，但其实我培训完12天收我1万2的费用，我出来之后他给我推荐工作，其实并没有说我自己去外面找的工作好，他当时给我的是说他介绍给我去他自己的一种分公司，让我去他分公司上班，
到后面呢，培训完之后就换了一种模式，叫我编写一份他叫我去怎么编写节令，然后让我去相关的一个工作寻找工作。那现在你的贷款是还完了吗？还了5000多，后续我就没有再还，因为你现在逾期了，也没有进行征信，没有征信然后那个相关公司我也去起诉，但是起诉不成功，包括那个贷款公司我也是一起起诉了。我投诉的是他们涉及套路贷，他是转述前调解，就立案前让我们双方去调解一下，但是联系不到对方的人员。然后我这边去打电话去联系法院，法院也打不通电话。就是招聘网上，然后他用电话联系我的，说做蛋糕之类的，然后一面试就过了。好容易就过了。对，一面试就过了，然后他又没有说，后面就给我拿了一个合同，说这是培训合同，学蛋糕的话，裱花的话要6980。然后他那边又劝我继续学，就继续忽悠我，说他是正规的。一共是9980，顶分18个月，慢慢还，18800。夫妻的话就不是瞎钱。那我这个是找的是一个工作还是找的是一个培训的？工作呀，我找的是一个工作。对呀，还有聋哑人贷款不？贷了多少钱？贷了多少钱应该是一样的吧？9980块钱。首先你要证明他是我的招聘人员，因为我有很多的人在帮我招。只要你走进这个门，招转配业务合法的，不是网上你们一概而论的。我们的牌照是由人社那个颁发的，全国做我们这行的不会超过10%有这个证的，我们都拨片10亿啊，全部没证。我们看完了影片之后，大家有什么感想呢？我来做一个总结吧。整个目前看到被骗的呢，都是一些18、19岁，就是刚从学校毕业出来没经验的一些学生妹。他们呢都是被一些公司被诱导去做了这个什么分期贷款这个金额还不少6、7千块钱，还有上万的。说起这个事情呢，我就想起我刚从学校毕业出来到社会的时候，其实我个人也是经历过这种被诈骗的。我曾经在东莞也是被骗过的，当时我就是没有什么工作，就想去做一些兼职，当时就在街道上面就被了一个妹子拉住我说，招什么模特。当时要几年嘛，就流行这个叫拍照拍淘宝这些封面的这些模特嘛。那时候就说我条件身高各方面都合适，那时候就让我去尝试。我就上到他们所谓的单位去之后呢，里面就给我安排了一个拍照，然后拍完照之后他要收我大概是200块钱嘛，当时我身上没有，就交了50块钱。然后经过呢，就是那个所谓的我不知道是负责人还是老板，他就是说就是他们那边免费给我拍一套这个模特的照，拍过去之后呢，还要给相关的这些应该是做商家吧那边去选择，看我符不符合他们的要求。如果说符合了，然后我们就可以签单了，就签约。接下来他们有什么新款的产品，衣服、鞋子、包包这些产品，我就可以去接单了。当时好像说接一套的这个商务单还是这个工资还是蛮高的，好像好几千块钱嘛。就当时想着哇，那时候就你随随便便去摆个 pose 拍个产品什么的就有好几千块钱，想想都很开心嘛。那时候我就被骗了50块钱，这是我的个人经历。